永州这里啊，它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永州啊叫做零陵，那还有一个雅称啊叫做潇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娥皇和女英万里寻夫，伤心落泪这么一个故事。就这个典故啊，你看我的身后是零陵古城，里面是古色古香。潇湘，潇湘，这条河里流淌的就是湘水。在我身后啊，有一个桥，是由很多小船组成的一个浮桥。这个桥这个名字非常的霸气，叫做侠客渡。为啥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啊，徐霞客曾经在此渡船，因此而得名啊。在零陵古城里面有一座刘子庙，就在我的身后啊，它也是一个历史古建啊。这个刘子庙是永州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柳宗元而修建的。这柳宗元大家都知道是唐宋8大家之一。这柳宗元啊，可以说和永州啊有不解之缘。为啥呢？就是因为柳宗元被贬10年啊，都是在这儿度过的。那这柳宗元为啥会被贬呢？哎，这就要讲到他的生平啊。他呢，其实啊是出生在唐代的这个名门望族，可以说啊。就是年少成名、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但是他和其他9个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可以说是就跟改革派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些人就得罪了这个保守派这些权贵，这些权贵呢就疯狂的打压他们，所以说这10个人全部被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2王八司马事件。然后他被贬在了永州这儿10年，就写了大量的文章。其实让我说，如果他在朝廷好好当官那还写不了这么多诗，写不了这么多文章。这10年间可以说是他整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一大半的作品都是在永州这儿完成的。那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苏东坡，和他非常的像。他俩确实有关系，为啥呢？就是因为苏东坡就是柳宗元的，可以说是一个头号粉丝。这苏东坡和他就很像，也是被贬期间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就是说人在这个最低谷的时候，人生被贬的时候，是吧？心情最低落的时候，应该是思考人生重新认识世界所以有感而发，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果他俩好好当官那大家都看不到这么多美好的文章和诗了。这就是刘子庙。这就是柳宗元的像，上面写着利民。捕蛇者说，那非常有名的一个文章，也是在永州这儿写的。你看，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那小的时候读这篇文章，我一想，好像这永州啥地方到处都是蛇。那以前确实是这个样子。这篇文章就讽刺当时的这个朝廷就是税收太重了对这老百姓的一种压榨。整个这个院子这一圈全是碑刻。这个碑厉害了你看这写着苏轼立字碑，这是称为3绝碑这是唐代的韩愈做的，然后苏东坡呢写的啥内容呢？就是柳宗元的这些德政，称为3绝碑。这里是怀素碑，草圣怀素。这怀素也是这古代零陵人就永州人。这上面这字儿都看不太清了。
一个动画片，浙江大学的一个教书法的老师，会不会是92年的时候，刘子庙每年要举行春秋祭祀，都是我们每一次祭祀。在永州这里啊，自古有8处景色是非常的有名，被称为永州八景。那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永州八景之一啊，叫鱼溪跳雪。那为啥这个地方啊这么有名呢？你看这个环境啊也一般，为啥会称为八景之一呢？哎，和这个柳宗元是离不了关系啊。因为柳宗元啊当时被贬到永州的时候啊，说是啊贬到这儿当官，其实也没啥实权，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啊，被安排在一个寺庙里头。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啊也刚刚过世，所以说啊，他这个心情啊是非常的孤独啊，非常的悲凉。有一天，他就走到这儿，看见这一幕景色，然后当时啊正是下着雪啊，就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啊。当时这个河面上有一个船，这个船上呢有一个穿着蓑衣的一个老翁在这钓鱼。接下来我给大家读这首诗，你肯定听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听这个诗啊，这么一念，你就感觉到非常的悲凉，非常的孤独。不知道是他当时啊是有意而为之，还是凑巧了。你看这4句诗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儿，这样念下来啊是千万孤独，这就表达出啊他内心啊是千千万万的孤独。真的有个老大爷在这钓鱼啊，就是没穿蓑衣。这老大爷是不是那个穿蓑衣的这个老头的第10几世这个孙子？好家伙！哎，我也有感而发，我也做首诗。老大爷钓鱼先抽烟，抽完了烟再上了船，上了船这个看风景，是吧？钓鱼前咱再来根烟。真坐到船上钓，哎呀！除了鱼溪跳雪啊，你看这儿让你一次看够永州八景，因为这在城市的8个不同的地方，在这儿一次看够了，是吧？香菱烟雨，恩怨风和，朝阳旭日，鱼溪跳雪，山寺晚钟，还有平洲春长，这个特别有名。绿天交影，淡颜秋月，看够了啊。看这个碑上刻着3个字啊，小石潭。一说小石潭啊，可能有的朋友就想到《小石潭记》。对了，在永州除了这个永州八景比较有名，还有永州八记。这永州八记呢，就是柳宗元在永州生活这么多年啊所写的8篇山水游记。这个《小石潭记》啊，就是其中一篇啊。小的时候咱都学过，是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当你来到这儿，你看见这个景色，你觉得他写的这个文章真的是和现在是一模一样。隔黄竹，你看隔着竹子，闻水声，你听见水流的声音，如鸣佩环，这个声音呢就像2个玉佩这样发出声音一样，叮叮当当的。但是唯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人家说啊，这个水特别的清澈，清澈到啥感觉呢？你看见里头这个鱼啊，好像在里头悬空的。现在你别说鱼了，啥看不见。看这个碑，姑母潭，这后面就是姑母潭。这个姑母啥意思呢？在古代，这个姑母就指的是烫斗的意思。这个潭啊，这个形状有点像烫斗。这也是永州八记的第2记，就是姑母潭记。姑母潭，哎呦，咱也看不出来这哪一块像烫斗，可能是这个拐弯这块。
那这个《孤木谈记》讲的啥内容呢？就是有一天柳宗元走到这个地方，然后遇到一个老农，这个老农呢刚好他要卖山，要卖田，为啥他要卖呢？就是因为啊，当时啊这个苛捐杂税啊太重了，就是老百姓种地啊就交不起税，就只能把这个田卖了。然后呢，这个柳宗元就买了。这篇文章啊，就是讽刺揭露了在封建思想统治下啊，就当时啊这个人们生活啊就是水深火热，就正常来种个庄稼都交不起税。西小丘，那这个地方就在孤木潭的西边，不远啊，然后有一个小丘，所以叫西小丘。那这儿呢是永州八记那第3记啊，叫《孤木潭西小丘记》。那这篇文章里头写的啥内容？有一天柳宗元啊和他几个朋友啊闲逛，就逛到这儿啊，突然发现啊，这个地方有一块地在售卖，而且卖了很多年卖不出去，所以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合适，多少钱呢？400两啊。于是呢他就当时就买了。他为啥要买呢？就是因为啊，他当时来到永州已经是第4年了。也不像刚来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就心情很低落、很难受啊，然后感觉这儿就像一个外乡一样。这4年过去了，感觉啊，哎，我也应该在这儿安个家了，所以就买了这块地，准备盖房。他买完之后啊，就心情很激动、很兴奋。为啥呢？因为400两确实不贵，他觉得很值。他在这个文章里头就写到，如果这么个地方要放在长安，就现在西安啊，封蒿户杜这4个区域啊，肯定不能是这个价。肯定这有钱人争相购买，这低于1000两啊，你肯定是买不到。另外我要说一句啊，我现在在西安，我就住的他说这地方，他现在是不知道这房价，都点上仨来这房价，哎。那来到永州啊，有一个美食你不能错过，也是最有名的，就是永州血鸭。那在整个市区啊，有很多卖血鸭的店，那大大小小，我都挑花眼了。正在我纠结的时候呢，昨天啊，我去洗车，这个洗车店的人就跟我说你要来这儿吃血鸭是吧？一定要去那种小店，不能去大店。那我说你有啥推荐的？你经常去哪儿吃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经常吃的一家店啊，几十年老店啊，就在一个汽车站的对面。我一听，好家伙，这汽车站跟前这饭能吃吗？他说没事，你尽管试，几十年了，味道绝对好。前面就是汽车站了啊，这汽车站跟前啊，的确美食不少。你看这一排，主要是粉儿。这儿就是老汽车站，它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十字口，这是个广场。你看那儿茶颜悦色，这湖南当地的这个饮品品牌啊，这样有个超市，挺繁华的。它不是在汽车站对面，它是在旁边，对面。清香酒家，这个店太有意思了，在这个十字口上，始于1995年。这还没上人。两个人。你好，要什么？2个人，我在这吃饭。来一个血鸭。来个血鸭。来一个血鸭，然后。还有青菜，还有田螺。来一个田螺。来个田螺。田螺也是你们这儿特色的。对。你们这儿是不是管这个田螺叫喝螺？喝螺，对。喝，就喝汤那个喝。田螺煲。田螺煲，行，来一个这个。再来一个，就是有个豆腐是吧？水豆腐圆子，有那个圆的，有那个长方形的。要那个圆的。圆的啊。我刚问这个老板娘，他们用的就是当地的这种麻鸭，就是土鸭，每天都是收拾干净的，然后放在这儿，然后一只就这么做。这一份呢就是1只。4斤半左右。分量还可以。一锅大的，那烤干就没多少，把那油全部炼出来。鸭油。对，你不炼出来的话会腥，会有点腥味。
菜上齐，吃饭了先烫碗，刚好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尖上，而且前面是车站，这人来人往的，大名鼎鼎的永州血鸭。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酿豆腐啊，也叫豆腐酿。然后这个呢就是喝螺啊，当地管这个田螺、梭螺叫喝螺。然后这是一个鱼汤。吃饭被小孩围观了，这会儿小孩正放学呢，一拍赶紧跑了。这个鱼头，然后煎了一下，然后所以说很快这个汤就白了。然后有粗粉条，这是紫苏，整个的大鱼头，哇，你看这个分量非常的实在。先尝这个汤，哎呀，这也太鲜了！当地的口味就是比较重，除了鲜味就是很咸，然后呢特别的辣，哇，真棒真棒！不，这是啥味啊？就感觉就跟那个当地的鱼粉那个汤是一样的，咸鲜辣。哎，这一口下去啊，直冲天灵盖！我说鱼汤能喝出这种感觉，还有大量的胡椒粉，这个胡椒粉啊点睛之笔，整个的感觉胡辣胡辣的。最关键的是还有土豆粉儿，哇，这个味道我爱了。再来点汤，来个鱼肉，滑嫩的鱼肉，新鲜。哇，这个粉好，口感非常筋道，再配上这个汤，趁着热赶紧吃血鸭，这是一整个鸭，你看这还有鸭胗，还有鸭肝儿，哇，当地的这个土鸭做的。啥叫血鸭？你看裹了一层这个黑黑的，这就是血。你看这个汁儿里头，这其实啊就是油，还有汁儿，还有血混合在一起的。哇，光吃这个汁儿，我跟你说，真好吃，又鲜。然后呢，就是鸭子的这种油啊，全部煸出来，这里头还混合了油，又香，哎呀，然后又辣。这个血浆我跟你说能拌饭，你看蘸的也是这种小块的，满满的这个血把它包裹起来。绝对是个重口味美食，真的好吃。做这个血鸭一定要炒的这个火候到位啊！我也吃过，就是说太干了，就是吃起来比较柴，然后油很大，那个也不行。还有呢，就是跟水煮的一样，水囊囊也不行。我觉得它这个就火候刚好，不愧是30年老店啊，非常的入味。这个看起来有点黑暗料理啊，但是你一吃，哇，这个感觉真的好吃。你说这个鸭子啊，你就炒就完了，为啥要加血呢？哎，这就体现出来当地人这个会吃。怎么会吃呢？你想一下，咱平时就吃这个鸭血或者猪血，就这个血豆腐，它本身就很好吃。这个血它其实也是有味道的，人家就是把所有的调料加进去，然后炒到最后出锅这么一刹那啊，然后把这个一碗血往上一倒，就这么一烩就出锅了。而且这个血鸭不仅是在永州这里啊，在湖南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就连这个江西啊它都有。你像这个萍乡的血鸭也比较有名。来这块裹点这个汁儿，你看这个是鸭腿儿，从这个鸭腿就能看出来，这个鸭子也不是很大。哇，直接上手。外面有这个鸭皮，这个鸭皮特别香。哇，真是好吃。哇，这么小个店啊，绝了！要感谢这个洗车店这个人给我推荐的啊，一定要辣。刚开始做的时候，这老板娘问我你是要微辣还是中辣，我说来个中辣。后来我一想，哎不行，给我加辣吧，来个特辣，特辣一下子这个味道就更好了，口味就更重了。然后一会儿这个汤拌饭也好吃。你看，不仅在整个湖南，就在永州当地啊，这个血鸭也有很多流派。你比较有名的，就比如说这个宁远血鸭，还有就是新田血鸭，这两个县啊。这个新田的血鸭呢，它这个血啊就是凝固状的，然后进去；然后宁远呢就是那种汤汤的，就像这家一样。
这么好吃的血鸭一定要上米饭，这碗太小了，施展不开。啊，这个碗可以啊。别说这没人啊，直接浇这个汤。其实啊，本应该吃到最后，然后用这个汤拌饭，但是我太想吃这个味道了啊！哇，你看这黑暗不黑暗？哇，这上面还有一个鸭肠，拌一拌。整个鸭子所有的味道、所有的精华、辣椒香味全在这个汤里。哇，要了亲命了！哇，光吃这个汤我跟你说能来2碗，啥肉都不用吃。你别看着这个颜值不咋样，确实是好吃。再来个辣椒，来块肉，绝了绝了绝了！其实当地人吃这个血鸭咋吃啊？不是现在吃，还要放上一天，到第2天的时候再吃。你看会吃不？更入味儿。再尝这个酿豆腐，这个酿豆腐啊，然后也叫翻皮豆腐。为啥叫翻皮豆腐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油豆泡，然后呢把这油豆泡啊翻过来，然后把肉馅填进去，在锅里头这么一炸，然后再这样一烩，就翻了个皮。里头都是猪肉馅经过调味的。这个菜也不错啊。酿菜里头除了这个菜，还有一个酿苦瓜。来到永州啊，一定少不了就是喝螺，咱也喝一个。这个是田螺，不过这个田螺确实挺大的。别的地方啊都是梭螺是吧？人家这叫喝螺啊，就是连汤带水这个意思。为啥叫喝螺？你看这里头全是汤，一窝汤。哇，这个味道太上头了，很鲜。就有点螺蛳粉那个汤底的味道，然后也辣辣的，但是特别的咸，这口味确实是重这本地人。哎呀，不行，咱这个嘴法不行啊，得拿个牙签儿，人家一吸就能吸出来。啊，吸的头晕，我得找个牙签儿，然后整个牙签儿，牙签儿。这个味道就跟那个口味螺是一样的，就放了紫苏，当地有口味虾、口味螺什么的，就这个味儿。好吃，绝绝的下酒神器啊！平时吃的这种田螺没有这么大。这个田螺确实是够大，这个肉就多。你看这个店门口，我刚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奶奶在这卖这个糖油粑粑、糖油坨坨。这一会儿吃完啊，咱出去来一个饭后小甜点。是糖油粑粑是吧？对。这一串咋卖？9元块。好，给我来一串。糖油坨坨还是糖油粑粑？一样的。连的。不同的叫法。2块啊。2块。直接拿了啊，炸好的。哎呦，这阿姨这个油啊，你看多干净。我这油好干净。清清的，清亮清亮的油。尝尝。哇，非常的甜。外面这个皮啊酥脆，好吃好吃。它糯米咬起来啊黏黏的、弹弹的，好吃。这个没有勺子是吧？就拿这个管儿。对，用那个吸管好吃。啊。甜上加甜，这都是湖南的特色。
你看我很多年前来的时候啊，来喝这个，然后他也是没有那个勺子，那现在也不给勺子，也就是这样子吃。哎呀，这风咋这么大？好喝，还是那个味儿。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永州市的东安县的卢洪市，这一听啊，就感觉跟个病句似的。怎么县城里还有个市？你看我身后这儿，卢洪市汽车站啊，的确是卢洪市，但是人家是卢洪市镇。这个镇啊，让我想到我之前去过一个地方，就是固县肉河那个地方啊，那个镇啊叫固县，好家伙，太有意思了。那来到这个东安县的卢洪市镇啊。有一个美食一定要吃，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安鸡，是湘菜里头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啊！咱找一家店来尝一尝。好家伙，这点菜的时候，我想着这4个菜差不多吧，结果一上来。跟个宴席一样，这分量太大了。这个就是东安鸡，然后这个呢辣椒小炒肉啊，这湖南省省菜。剁椒鱼头啊，也是湘菜必点的一个菜啊。这个是炖的牛排，来点米饭，这全是下饭菜啊。就这个碗有点小，不好施展。这个鸡啊，你看放了很多姜，这个姜呢，我看应该是紫姜，嫩嫩的。然后辣椒小米辣，然后还有花椒，这个花椒都是大颗粒的，哇，这个味儿啊。就是香辣酸。先尝这个鸡腿啊，你看它这个块儿切的也挺大，这个汁儿啊拌米饭也好吃。哇，酸确实是酸，很浓的醋味儿，然后回味呢就是麻味儿辣味儿，哇，够味儿够味儿。好吃，真的好吃。你看，咱一般吃鸡肉，要么酱香的，要么是炖汤，对吧？或者是卤制。这种加了醋然后炖出来的鸡啊，你听着很奇怪，哎，这么一吃啊，感觉不错。这传统的东安鸡啊，讲究是8大8小，8个大块，8个小块。这8个大块呢是给大人吃，8个小块是给小孩吃。为啥要这样子讲究呢？就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啊，就吃一回这个鸡啊就不容易，在古代啊。大家就是宴请朋友啊，逢年过节啥的，做的也是8000桌啊，这8大8小就能保证啊，这每个大人还每个小孩他都能吃得上这个鸡肉。蘸点汤，再尝这个鸡翅，非常的入味儿。这湘菜你看都是重口味儿。来到东安县也是一样的，又咸又酸又香又辣。这里头除了鸡肉之外啊，就是这种一条一条大块这种姜丝儿。为啥给这么多姜呢？一是提味儿，二可以吃。这个姜不管是吃米饭还是配着鸡肉都好吃。这个鸡啊，现在叫东安鸡啊。以前的时候啊，在古代的时候叫醋鸡啊，陕西话这叫粗鸡。啊，有多少年历史呢？上千年啊！据记载，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它这个菜是怎么来的呢？就据说啊，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酒家，这个酒家就是生意非常的好。有一天啊，高朋满座，这个厨师啊就是着急赶紧做菜，结果呢太着急了，不小心啊加料酒呢，结果加成醋了啊！这一加上来，这完蛋了，加这么多醋，这可咋办？这咋吃啊？然后他突然灵机一动啊，就加了很多姜进去，这个花椒进去，用这些辣味啊，想把这个醋味遮一遮。然后就给这顾客上桌了，哎呀，就掀个帘子，露个缝在那看，说看这顾客吃了啥反应。哎，结果呢，人家吃完啊就很喜欢，哎，这个鸡肉酸酸的，然后香香的，麻麻辣辣的，从此以后就有了这个菜。这个菜啊，在当地啊都知道，你走到街上都知道啊，是国宴里的一道菜。为啥呢？就是因为啊，在70年代的时候，这毛主席啊宴请尼克松啊，这个宴会这个菜单里头就有这个菜。要说到湘菜啊，更有名的其实这个。湖南省的省菜啊，辣椒小炒肉，看这辣椒炒得非常到位啊，都炒出来虎皮了，就得这种感觉，
好的湖南小炒肉一定要拿这个樟树港的辣椒，很有味道，超级下饭，咸香咸香的。哇，这辣椒确实是不错，既有辣味儿，又有这种清香味儿。这边的炒菜风格都是很粗犷的，都是那种大块的肉，大块肉才有感觉啊。这碗小，你看到底是这办事不方便。剁椒鱼头，上面全是剁辣椒。看这个菜油汪汪的，非常有食欲。这鱼啊，除了刺儿多，剩下都很好，味道很鲜。这个菜为啥做这么多汤汁啊？就是因为这个汤汁的味道要慢慢泡在这个鱼肉里。吃这个剁椒鱼头啊，最好吃的肉就是鱼嘴这块，鱼嘴底下这块这个肉，超级嫩。哎，把这个鱼眼睛一吃，听说啊，吃了鱼眼睛眼睛不近视。再来这个菜啊，也是硬菜啊，香辣牛排。你看这一块一块的肉，太棒了。先吮一口汤汁啊。这个菜不便宜啊，这菜100多。刚才啊点菜的时候，这大姐想拦我来着，说感觉这个菜有点贵。我说没事没事，能吃得起吃得起。关键是啊，人家是牛排，是不是？好吃，先卤然后后炖的。看这块棒，直接上勺。嗯。